期待已久的母猪妈妈成功的诞下了5只自带纹身、娇小可爱的小家伙。扩建猪舍，分开圈养，让母猪拥有自己的产房，加大农业的发展，种植上蔬菜，增加以后农庄的收入。在这里也祝各位老铁元旦快乐！新的一天来临，赛家要收集足够的木材用来扩建猪舍的位置。母猪妈妈即将生产，必须尽快的和其他野猪分开圈养。赛家用鲁班锯把搬回来的木材锯成自己所需的长度备用，在原猪舍旁用洛阳铲挖掘出4个立柱的桩洞，把4根较粗的木墩放入桩洞中作为地板的立柱。时常下雨的季节，必须要把猪舍和地面隔开一定的空隙，这样才能保证猪舍长时间的干燥。把2根地板横梁用10厘米长的钉子固定在树墩立柱上，接着把锯成相同长度的木材一根根摆放在横梁上作为猪舍的地板。看着赛家搭建新房，野猪们也来凑热闹，提前体验下自己的住所。铺完里面的，把最外面这根木棍用钉子固定住，可以省去在固定里面木棍的钉子，而后就可以为搭棚子框架做准备了。先用4根较粗的木棍作为棚子的立柱，把回填回去的土用力的夯实，接着把手臂粗的木棍钉在横梁上作为棚子的底基，然后在猪舍的周围也钉上2根木棍加固，确保野猪不会从铁丝网上跃出。在正面的位置拦上1排木棍，给野猪们留一个可以进出的小门。至此，整个猪舍的框架就完成了。而屋顶要留到以后再进行铺设了。既然把野猪分开了，赛家就必须再制作个猪食槽用来喂养。用剩余的木板钉一个猪食槽还是挺方便，不到半小时赛家就完成了任务。之后用石磨把玉米粒研磨成渣用来喂养鸡鸭。刚开始磨鸡群都围了上来，在石磨底下开始了他们的大餐。胆子大的已经跳上了簸箕进食。等磨了足够的玉米粒，全部的倒进食槽中。这个食槽也是赛家刚刚为他们制作的，方便每天的喂养工作。喂完鸡，赛家也给猪群喂上他们要吃的食物。有了2个猪食槽，他们进食时也不用再那么拥堵了。赛家在农庄附近的山上收割了一些茅草回来，铺设在原先的猪舍中，作为野猪妈妈的产房，等待小家伙们的降生。时间到了第2天，赛家在离农庄不远的农田中给种植的蔬菜施肥。当然，这些都是赛家秘密行动种植的，并没有以拍视频的方式展现出来。等施完肥，赛家再次来到了上次砍伐橡草位置采集。由于农庄地块较大，有些地方还需用这种植物来改变松软的地质。然而这次赛家并没有把橡草上的叶子砍去，这次要带回去给野猪们享用，换换口味。等回到农庄，赛家直接把橡草的叶子砍伐到猪圈中，而野猪们也来者不拒，立马砍了起来。赛家砍了一些给关在猪舍中的大公猪和即将临盆的母猪。到给母猪投喂时，赛家惊喜地发现母猪妈妈已经生下了小家伙，而此时母猪的状态非常的暴躁，不时地发出声音警告着赛家的靠近。5只可爱的小家伙也正抱团探索着刚到来的新世界。赛家在猪圈看着母猪的状态，今天是不可能摸到5只可爱的小家伙，只能趴在猪舍外静静地欣赏一会儿，而后拿来一盆玉米粒先给母猪妈妈补充体力。就算赛家刚刚才把食物喂给它吃，也依旧没有放松警惕，背上的鬃毛立起，高度的防御状态，只要赛家一靠近就会对它发起攻击。这次母猪的生产跟第一次有着天差地别，然而这又是什么导致的呢？有知道的老铁吗？评论区留言。赛家用铁锅给母猪妈妈煮上营养餐，接着把刚砍伐回来的橡草秸秆砍成小段做种植前的准备。等把所有的橡草砍成小段后，赛家来到进入农庄的入口处，把小段的橡草秸秆插入松软的土中。因为这些土都是新挖出来的，比较松垮，所以种植一些这种植物，等以后长出了根系就能改善地质的状态了。鱼塘蓄水的情况还是比较慢的，可能也是因为地质的原因才流失渗透较快。赛家在清水中倒入玉米粉搅拌均匀，接着倒进大铁锅中和米粥进行混合，给野猪妈妈制作营养餐。蹭着食物还没煮好，赛家又来到猪舍看望小家伙。现在的心是火热的，等食物完全的冷却后，赛家把营养餐给野猪妈妈安排上，增进彼此的感情，愿能早日撸上几只小家伙。农庄内又迎来了3只可爱的小家伙，赛家也如愿以偿地抱起了刚出生不久的小野猪，把在原农庄种植的玉米全部的收回来储存，自己居住的房子也正式的提上了日程，开始搭建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家一早拿着水壶给刚种不久的蔬菜浇上生命的源泉，充足的水分才能让植物健康的成长。4只小奶狗还舒服地躺在小窝中梦周公，而今天赛家的工作量却有着不少，挑选4根结实的木材作为立柱，用洛阳铲在猪圈旁挖4个立柱的桩洞，接着把4根立柱埋进桩洞中，用木棍把回填回去的土夯实，在立柱的头上劈砍出放横梁的卡槽，放上横梁，用野生的钉子固定住立柱和横梁之间的连接点。赛家要在这猪圈旁搭建出存放玉米的平台，把锯成相同长度的竹筒放在横梁上作为平台的平面，而后把平台的3个面用细竹筒围起来。如此一个存放玉米用的工作台就算竣工了。赛家从原农庄把种植在斜坡上的玉米一袋袋的全部背回来，有了这些粮食能够给农庄内的动物们吃上好几个月，不必再为食物烦恼了。把玉米都从编织袋中倒出来，
金灿灿的一堆已然成为这农庄中最美丽的风景线。赛迦坐在玉米上，给野猪们投喂上几颗刚从山上采摘回来的玉米棒，而后把一袋没去壳的玉米绑在鸡笼棚顶的横梁上风干，给原本单调的鸡笼添加了些许色彩。等绑完，把剥下来的玉米壳倒进猪圈中。由于小编的失职，观察不到位，原来这只被单独关起来的野猪也即将临盆。农庄内是有2只野猪要当妈妈了。包含。赛迦着手准备野猪们的食物，把碾成细渣的玉米粒倒进铁锅中蒸煮，然后到农庄附近砍伐一棵芭蕉树作为食物的主材，把树心用刀剁成极为细小的渣渣，倒进沸腾的大铁锅中进行蒸煮。经过81分钟的熬煮，完全熟透的食材加上山泉水进行冷却，如此今天野猪们要吃的食物就制作好了。赛迦把食物分别的倒进各个猪食槽中。现在农庄中的野猪分成4批，7头野猪算是一批。大公猪住着单人间，野猪妈妈带着5只小家伙一间，还有1只被单独养起来即将临盆的。投喂一回要分4次进行。赛迦给单间的母猪放上枯叶后，即将当妈妈的野猪开始给自己生产的猪舍整理枯叶，这也预示着今天或晚上肚子里的小家伙就要出来见世面了。而这只母猪比较柔和，赛迦进入猪舍中，把垫在地上的枯叶整理成一团，让野猪妈妈生产的时候更加的舒服。赛迦在猪舍外观察了一会后，也就去做自己的事了。母猪在猪舍中焦躁不安，来回走动。眨眼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大雨过后，泥泞的地面上积满了一个个小水坑。赛迦给农庄内的动物投喂食物，先在鸡食槽中放入食物，供鸡鸭们自由发挥。接着用铁锹把食物铲在塑料盆中，给野猪们准备早饭。纯天然的无根之水进行对食物的稀释，之后把稀释好的食物倒进猪食槽中。几只嗷嗷待哺的野猪立马围了上来，抢夺着食槽中可口的早饭。而赛迦去查看几只小家伙的情况时，发现新扩建猪舍中的母猪已经诞下了自己的幼崽，孤零零的3只小家伙属实是少了点。看来这是公猪不够努力啊，但这也让赛迦非常高兴，毕竟这是母猪的第1胎。而这只母猪的状态比较安静祥和，赛迦控制不住的来到猪舍中，跟几只小家伙来个亲密接触，在那5只小野猪那里没得到的，现在在这3只小家伙身上如愿以偿了。而后赛迦继续把没喂完的食物给野猪们喂上，当然刚生完宝宝的野猪妈妈也要补充食物来恢复体能。等喂完食物，赛迦在猪舍中继续撸3只小家伙。对于小野猪的喜爱，从第1次母猪生产的时候就能看得出来，每天必须找6只小家伙玩上一会儿。在猪舍中待了10几分钟后，赛迦也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劳作，把山上砍伐下来的木材搬到农庄中的空地上。这些较为粗壮的木材是赛迦准备搭建自己住所的材料，把树木的外皮削去，减少虫蚁所带来的麻烦。用洛阳铲在量好位置的地上挖出4个立住的桩洞，接着把4根准备好的竹子放进桩洞中，用木棍夯实，然后把作为房屋立柱的木材捆绑在竹子上。这次赛迦将不再把立柱埋进地底了，让立柱能长时间的保持干燥，增加使用的寿命。而竹子只是作为支撑的框架，等把立柱和棚顶加固完了就会被撤走。当然后续赛迦还要在房子内铺上水泥地。农庄内的畜牧业迎来了第2春，新出生的8只小野猪健康的成长着，4只小奶狗已经能够在农庄内自己玩耍了，鸡笼上的鸽子也长出了丰满的羽翼，而赛迦自己住的房子也顺利有序的搭建着，得空去赶个集市买些自己所需的物品。新的一天来临，搭建住所的工作仍在继续。赛迦已经把立柱和房梁之间的交叉点连接固定起来，下一步则是要再到 V 型的房梁上用木棍铺设好屋顶的底基，把小臂粗的木棍削去外皮锯成相同的长度，然后用野生的钉子钉在横梁上。趁着早上时间还早，尽快的干上一回。昨天与小慧约好一同在山下的集市会合，眼看时间差不多了，赛迦背上背篓往城镇方向出发。到了集市时间还早，赛迦在卖菜籽的摊位买一些蔬菜种子回去种植，而后又买了一些日常用的物品。难得的赶一趟集市，要把自己所需的东西都买齐了。最后赛迦还买了一个自己炒菜用的铁锅，毕竟农庄内确实少一个这样的锅，有的都是一些适合蒸煮的锅具。而后在卖苗族传统服饰的摊位与小慧不期而遇，毕竟看到漂亮的衣服都能让女人的脚步变得沉重，需要停下来休息休息，顺便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。当然赛迦也不是小气的人，立马给小慧安排上，在这摊位中选了一套挂满小饰品最为漂亮的衣服，而这是以小编自己的眼光来看的。穿好衣服再把头饰戴上，加上小慧肤白貌美，这回头率不说100%，至少也有90%。来到热闹的街上，就立马有小姑娘跑过来找小慧合影。小两口在路边卖橘子的摊位买了一些橘子，一旁的老登举着手机全程拍摄。这些橘子是让小慧带回家的，由于农忙的原因，小慧还要在家忙活。买完东西，来到一家面馆吃点东西，都逛了这么久。等吃完东西，来到路口，两人挥手道别。新的一天开始，
赛迦在小溪对面的竹林砍伐来了足够的竹子，用来搭建房顶的底基。当然，在搭建之前，必须要把农庄内所有动物的食物安排好，拿上些平台上的玉米，用刀把玉米粒削下来喂养农庄内尖嘴类的动物。玉米中含有较高的蛋白质和脂肪，能促进动物快速生长。玉米作为饲料中比较低廉省钱的存在，目前也是农庄内最合适的饲料。老三生下的4只小奶狗已经能从小窝中出来，在农庄内玩耍了，也长大了不少。鸡笼上的小鸽子也已经长出了丰满的羽翼。等给鸡鸭们喂完食物后，赛迦来到农庄附近砍伐一些刚长出不久的芭蕉树回去喂野猪。由于今天的工作量较大，赛迦把砍回来的芭蕉树直接扔到猪圈中给野猪们自行食用。当然，鲜嫩的芭蕉叶和树心也非常的受野猪们的欢迎，偶尔吃上一些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也让赛迦节省了不少时间，省去了蒸煮的麻烦，能尽快的投入搭建自己的住房。把竹子劈砍成长条，用刀把中间多余的竹节削去，接着用钉子把削好的长竹条固定在房顶的木材上，减少相互之间的空隙，方便后续绑扎作为防水材料的棕榈叶。2小时的装钉，赛迦完成了房顶的地基工作，把农庄内剩余的竹子锯成相同的长度，再用刀把锯好的竹筒从中劈开，为编制房屋的墙面做准备。利用斧头的钝面把对半劈开的竹子竹节敲掉，使其能平铺开来进行编制。手脚并用使出最为传统的十字编法，上下交叉的进行编织自己居住的墙面。因为需要照顾农庄内的一切事务，搭建工作也还需一些时日。农庄内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都在努力地吸啄着乳汁，健康成长。4只小奶狗也已经开始吃赛迦做的稀饭了。农田中自己种植的蔬菜正在快速的生长，搭建居住房子的屋顶也正式的铺上了棕榈叶，一切都往着好的方向走。新的一天来临，一早赛迦就在给农庄内的动物准备食物。前些天一直用芭蕉树心直接的喂养，今天煮了熟食喂给野猪们吃。毕竟有着2只刚生完猪崽的母猪，营养这块一定得跟上。熟食容易被消化吸收的也更快，能快速的给身体带来养分，也能让野猪妈妈有充足的乳汁来喂养几只小家伙。等喂完食物，赛迦来到农田中给自己种植的植物除草。这些蔬菜将会在以后给自己带来非常可观的收入。而在这些烧过草木灰的地块中，赛迦种植了一些玉米和芥菜，秧苗也才刚刚的长出嫩芽。装有攀爬网的这里，赛迦是种植的黄瓜，长势也是非常的不错，已然已经有40-50公分高了。有着塑料薄膜的覆盖，在田埂的垄坡上很少有杂草的生长。简单的整理一下也就回去了。回到农庄，把自己在农庄内种植的黄瓜也装上攀爬网，既能让黄瓜藤沿着线网攀爬，还能防御小鸟偷袭，非常的实用。随着小狗慢慢的长大，赛迦要给它们制作一个进食槽，毕竟在这农庄内已经有了7只狗子，要用碗的话实在分不过来。用所剩的木材定一个长方形如猪食槽一样的喂食器具就再好不过了。制作完用3泉水清洗一下，再把早已经煮好冷却的稀饭装进食槽中，投放到自己亲手制作的悬空狗窝中。随着几只小奶狗慢慢的长大，已然开始吃赛迦准备的食物了。有着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4只小家伙也将生长得更加快速。等喂完小狗，赛迦开始继续编制自己房子的墙面，每天所需的工作也是安排得满满当当。眨眼到了第2天，雨后的早上，赛迦从农庄外的山上背来铺设房顶用的棕榈叶，堆砌成小山般的棕榈叶足够棚顶上的铺设，多余的还能搭建一个厨房的棚顶和猪舍还没来得及铺的顶棚。赛迦把采集回来的棕榈叶从中间分开成2片，方便在房顶的横梁底基上进行摆放固定。把对半分好的棕榈叶用一根竹竿挑到屋顶上，而后就可以开始进行枯燥又乏味的铺设工作。当然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，不但看上去要美观整洁，而且要保证铺设时的严密性，不能在雨天的时候屋外下着大雨而屋内下着小雨的情况发生。把棕榈叶按着一定的规律，一片叠着一片有序的进行捆绑，从下沿开始慢慢的往上覆盖。经过大半天的认真捆绑，赛迦完成了铺设屋顶的工作，把屋顶上垂下来的棕榈叶用刀修饰平整。结束了屋顶的工作，赛迦在房子的立柱上凿出槽口，把一根横梁卡进去固定。由于立柱没有被埋在土中，所以需要在底部装上一根横梁来固定，之后才能用水泥来浇筑。而有了这根横梁，赛迦也将会更加方便固定用竹子做的墙面。用一根长竹片当作压条，把编制好的墙面用野生的钉子来固定，每根钉子刚好把竹片钉在横梁和立柱上，这也让墙面额外的结实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赛迦完成了左右2面墙的装订，开始打扫战场。明天将继续把前后2面墙给制作完，当然前面的要留有窗户和大门，会比较繁杂一些。滚圆的肚子预示着农庄内又将迎来新的小家伙诞生。在原农庄一起圈养的几头母野猪都在差不多的时间怀上宝宝，欣欣向荣的农庄多了一群小家伙，也多了很多张嘴吃饭。压力给了赛迦，自己的新房也在今天落成了。新一天的来临，赛迦推着新买的独轮车收集几块平整的大石头作为房子的住处时，让立柱远离地面雨水的侵蚀，长时间的保持干燥，能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。
赛迦拿着一根长木棍作为撬棍，插进房子的底横梁下，运用杠杆原理把整个房子撬起来，在立柱底下挖个浅坑，把找回来的住处石埋在底下。一个人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，但这也架不住赛迦科学物理学的好，简简单单就把难题解决了。放完住处时，赛迦在房屋的背面用野生的钉子钉上2根横梁，加固房屋的结构，也方便安装用竹片做的墙面。赛迦把编制好的墙面用竹筒顶住，再压上竹条，用野生的钉子钉起来，如此3面容易安装的墙面都完成了，只剩下繁杂的门面等着安装。经过2小时的框架拼接，赛迦先把几块编制好的墙面安装上，接着在几根同样长短的木棍上削出卡槽作为窗户栏杆，把削好已经量好尺寸的木棍卡进窗户上，用钉子钉起来，最后在窗户外的2旁钉上2排短竹片，让整个窗户看起来更加自然且美观。如此自己居住的房子就只差最后一步了，只要再把地面用水泥浇筑好就竣工了。在自己的露天厨房稍作休息，撸一撸几只小家伙。而后背上竹篓到山上寻找今天自己要吃的食材，沿着干枯的溪流道往山上寻去。路两边生长的小竹笋正是赛迦此次采摘的目标物，随手的一折就能顺手的带走。找一个较为平坦的位置，把采摘回来的竹笋较老的根部削去，然后把笋壳也去除，反哺给大自然。有了自己吃的菜肴，赛迦在一旁砍了一棵芭蕉树带回去制作猪食，回来把去完笋壳的竹笋放进水盆中清洗，洗完加上清水放到火上焯一下。赛迦给狗子喂上食物，整整8只的数量确实多了些，但对于赛迦这么大农庄来说，也完全配得上8个安保的配置。原本老2、老3加上小慧抱来的1只和4只小奶狗正好7只的，怎么就突然又多了1只？可能是老2从小慧家带回来的。赛迦拿上那天集市新买的刀，开始给野猪们制作食物。有了这把刀，切片就方便多了，把树心剁成细渣后，加上玉米粉进行搅拌。今天忙活了一天，制作的食物也是简单快速，让野猪们尽快的吃上东西。把制作好的食物投放进各个猪食槽中，对于野猪们的照料，赛迦还是较为用心的。毕竟有着2只刚生完幼崽的野猪妈妈，还有着即将临盆的准妈妈崽。以前在山上原农庄中圈养的几头小母猪，在公猪的不懈努力下都怀上了宝宝，为此赛迦也要精心的照料它们，这样以后才有不菲的收入。等喂完动物，赛迦开始为自己准备食物。焯完水的竹笋放进山泉水中撕成小片，在火上的铁锅中放入白色的猪油，倒入撕好的竹笋进行翻炒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用最为朴素的烹饪方式进行烹饪，就能呈现出其最好的口感和味道。配上一碗大米饭，坐在门口，像极了小时候的味道。